各位，上海又出了一个崇洋媚外的女主持人，当众丢大脸啊！中国网友都气炸了。7月30号的时候，在北京的中国电影博物馆，诺兰奥德赛中国的首映礼上，全场的观众用中文唱了生日歌。那天呢，诺兰56岁这个时候诺兰站在台上，马特·达蒙和查理兹·塞隆在旁边，两个著名的演员制片人也在，气氛很好。媒体呢也拍了不少的照片。第二天呢，应该会有一些温情的稿子就会出来了。但是呢，率先炸上热搜的不是生日歌，而是一段10几秒的视频。这个视频让中国网友气炸了。Happy birthday. Would you three like to learn how to say happy birthday in Chinese? 生日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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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y mission accomplished. 生日快乐。哎呀，这个女主持人这个姿势啊，这个屁股撅的呀，中国网友都气炸了，说2026出炉的国之重器还少吗？不够你挺直腰杆吗？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啊！断脊之犬，奴才之刑，卑躬屈膝，辱国尊严。画面里边呢，这个上海的女主持人陈璇穿着一身黄色西装，背对主摄影的机位，双腿大幅度的屈膝，身体几乎半蹲，把话筒呢递到了坐在高脚椅上的外籍的这一众的演员嘴边。一高一低，视觉落差扎眼呢，评论区瞬间被灌满卑躬屈膝，奴颜媚骨，看见外国人就站不起来了。有人把截图和1945年的老照片拼到一块发了出来，说见到杨大人差点跪下来了。洋人现在立刻给我跪下。他说好的主人，立刻。对不起，我把这个主持人看成了高士早苗。卑躬屈膝这个词儿太好了，对国人昂首挺胸，对外国人卑躬屈膝。这个陈璇的履历也被网友给扒了个底儿掉。本科英国诺丁汉大学国际经济系，硕士伦敦大学皇家霍洛威学院的国际管理。2007年入职上海广播电视台外语频道，采访过英国的前首相戈登布朗，主持过上海世博会超过50场国家馆的日仪式参与过威廉王子皇室婚礼的7小时直播。2026年6月搭档任鲁豫、蓝宇主持了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盛典，从业近20年。这样一个履历放在任何一个主持人的简历上都算是见过世面的，但是履历舆论是不看的，舆论看画面，画面里他蹲着，外国人坐着，连同行都看不下去了各位，就连主持人的同行就看不下去了。太给中国人丢脸了。来，先看一段视频。7月30号，美国电影《奥德赛》在北京举行首映礼。首映礼上，这位女主持人在采访这些外国主创团队嘉宾时，双腿大幅屈膝，半蹲俯身，仰头把话筒递到嘉宾嘴边。这种谄媚难看的身姿被网友称为叫屈膝撅定解。如果她采访的是中国人，没有任何意义，顶多说她主持仪态上有失修为。但是这是整台的老外，再加上她全程的
满脸媚笑，屈膝决定，真的是把卑躬屈膝这个词儿完全给具象化了。难怪网友们都说是骨子里跪惯了吗？事后，这位女主持人和团队回应说是怕挡了观众和摄像机的镜头。我想说，这位主持人，你能再找一个更业余的理由吗？我干主持人30年了，任何时候、任何场合，没有因为怕挡着观众和镜头而被要求或者是自己主动半蹲着去采访嘉宾。再者说了，网友都找出你以前主持时类似的采访场景，面对中国艺人和国内的被采访对象的时候，你全程昂首挺胸、趾高气扬，那个时候你咋就不怕挡着观众和镜头了呢？所以所谓的专业拍摄需要而半蹲着，只是遮羞的一种说辞。我告诉您啊，真正的修养和礼貌是一种分寸，而不是自我矮化。查了一下这位女主持人的资料，本科是英国诺丁汉大学读的，硕士是英国伦敦大学读的，2007年才回国工作。从她的教育背景来看，她都是在国外，在英国上的大学，那她的内心世界和骨子里透着的一种天然媚外就很好理解了。我刚才讲我干了30年的专业主持人，按理说呢，我应该共情我的同行，对同为主持人的他有一种同理心，但是看完这段视频之后呢，我没有，不但没有呢，我作为一名中国人，我还感到一种羞耻。我不用站在一个很高的角度上去讲什么民族大义，也不去讲今天的中国国力多么强盛，我只是想说，小到人和人之间的相处，大到国与国之间的交往，想让人家真正瞧得起你，首先你自己得看得起你自己，你自己得先站起来硬起来。各位家人，你们说对吗？这是他的主持人同行说的，你别找这种借口啊！他自己呢也知道惹事儿了。8月1号的时候，他也回答，他说我这是为了不挡着这个嘉宾的脸啊，是属于国际影视活动的常规操作，没有迎合这个外籍嘉宾的主观想法倒是这个圈内人士说呢，说倒是他这个说法呢倒是合理啊，但是合理呀，这个也不代表着你能够获得这个观众的买账啊。有摄影从业者啊公开反驳说你家上海电视台就1台摄像机吗？一定有多台不同位置的摄像机吧？这个导播肯定会根据情况调整好机位的画面，不会让主持人分心电视构图的。你的解释站不住脚而且呢，在同一场活动里边，还有杨澜的事儿呢。你看人家杨澜与诺兰主创交流时全程是对等站位姿态呢是舒展大方，两者对比的差异是一目了然。事情到这儿还没完网友继续往下挖到了杨澜深度对谈节目，杨澜是特邀主持，整场访谈的逻辑清晰，中英文切换流畅，你拖不出毛病挑不出毛病。散场互动时的一段画面，杨澜先后与马特·达蒙查理兹·塞隆握手，诺兰经过他时，他主动抬手示意，诺兰双手他都是没有停下脚步，也没有对视回应。这一幕呢这个换个角度看主动打招呼是基本的社交礼仪，就凭一个画面呢也不能说杨澜也是刻意讨好，是吧？诺兰双手插兜也是个人习惯，未必也是刻意怠慢，美国人都这个样子，是吧？但是这个杨澜呢，比这个陆璇这位女主持人态度就得体多了，对吧？那么浙江省政府呢，曾经发布了一篇分析文章，提到主持人的身体姿态最好能与受访者保持一致，如果对方坐着或者身高较矮，不妨俯身或者蹲下来进行沟通，并举例2020年董卿在节目中跪地采访坐在轮椅上的96岁的翻译家许渊冲先生的镜头也就是说呀，其实蹲这个动作呢并不是原罪，问题是外籍主创坐在普通的高脚椅上，不是轮椅上，陆璇完全可以选择微微屈膝稍微降一点重心，但画面里他几乎那是蹲在了地上
更让网友追问的一个朴素的问题啊，意难平啊，你平时采访国内嘉宾的时候也是这么蹲着说话的吗？专业归专业，观感归观感啊，公众人物在镜头前的身体语言本身就是一种语言啊，两者立场之间呢隔着一道看不见的墙，对吧？你别跟我这个普通老百姓讲什么专业的技术逻辑，但是我看你在外国人面前卑躬屈膝就不舒服，对吧？那么现在呢，尤其是中国现在已经讲究在平视世界了啊！你上海出了这么一个丢人现眼的女主持人，这简直就是一场外交事故了，确实是看着让中国的老百姓生气啊，简直是有辱国格。你们说呢，各位？点个订阅，咱们下期再聊。